你有没有感觉到现在到处都在卷，职场在卷，消费也在卷？在这种高度内卷的环境下，越来越多人选择了躺平的生活态度，想着可以不用奋斗，也不用消费的方式去对抗工作和消费带来的双重焦虑。我自己说实话，有时候也会冒出躺平的想法。人活着不就是想要过得舒服，不用那么劳累吗？那么问题来了，这种躺平心态真的能缓解我们的消费焦虑吗？还是说它只是个用来逃避现实的自我安慰？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，从多个角度去分析躺平和消费焦虑之间的关系。躺平在最初指的是年轻人主动选择退出竞争，不想再拼命加班卷业绩，看老板的眼色在打工，说白了就是卷不动了。很多人就觉得自己再怎么努力也买不起房，升不了职，那不如就降低对物质的需求，反正都穷，何必穷得那么累呢？在躺平的这个选择上呢，是有两面不同的看法。有的在批评年轻人不该在压力面前选择躺平，另一方面就有人觉得选择躺平是一种主动的人生态度，每天只吃2顿饭，每月生活费不超过500，这样去刻意维持低消费和慢节奏的生活。躺平的生活方式也让人对消费有了新的思考，与其我因为买不起房和车而焦虑，不如索性就不把这些当成人生目标，从源头上去消减自己的物质欲望，来减轻压力。放眼看去，现在的经济和就业环境呢，很多人对于现实感到无奈，房价太贵，工作压榨严重，拼死拼活加班还把身体搞垮了，因此要去看病又得花更多的钱，所以就是付出再多努力也难以改变现状。当人开始躺平之后呢，他们不再把买房买车视为人生必须，会把心理健康和个人爱好放在更高的优先级。我曾经就刷到别人分享自己一年花不到2万块钱，钱都快花光了，才去打工几个月涨点生活费，攒够了又继续躺平。特别现在对于刚毕业出来找工作又找不到，工作找到了，可惜工资太低，老板事儿多。总之大家的想法大同小异，只要去降低欲望，就等于降低被工作压榨的程度。只要不去追求物质，那资本主义还拿什么来拿捏我呢？对吧？那真正的问题来了，躺平到底能不能缓解消费带来的焦虑呢？答案是适度的躺平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缓解焦虑。试想一下，当你不再把必须买房买车视作人生目标，不再把每年要换最新款的手机，也不再去蹲任何的直播间，不去关注任何的新品发布会，当你减少对这些关注度之后，心态反而变得平和。所以选择战略性的去躺平，相当于给你的神经装了一个缓冲垫，开始学会拒绝无谓的加班和应酬，把省下的时间用来锻炼身体，发展新的兴趣爱好，也不再去追逐名牌，这样你既可以省下一大笔钱，又能提升自己的技能。当你选择降低欲望，不再轻易被种草后，最该紧张的就是商家和广告营销，他们最害怕消费者躺平，因为大家都躺平了，谁还来买他们的东西呢？这确实啊，如果我们不去把物质作为衡量幸福的标准，那商家就失去了能拿捏你钱包的借口。对他们来说，这简直就是噩梦，因为商家就是通过不断制造焦虑，让你必须要去拥有这件物品。他们最怕你错过这些打折信息，所以你的手机页面总会源源不断推送新品，甚至你之前搜索过的东西也会反复弹出来。只要这些信息不断的在刺激你，总有一天会忍不住下单。所以你能看到很多平台和品牌呢，都会想办法把健康焦虑、身材焦虑、容貌焦虑重新包装，然后提醒你，即便你不买其他东西，也有别的地方需要你去花钱的。换句话说，商家才是最害怕全民躺平的那一方。那话说回来了，躺平并非解决消费焦虑的方法，也没有网上的鸡汤文学描述的那么潇洒和简单。先听我说，首先呢，躺平只能缓解表面上的问题，但还是无法改变更深层次的社会压力。你工作要不要继续了？房租要不要交？父母养老的问题怎么办？这些现实问题呢，并不会因为你开始躺平就自动消失。
人啊，一旦过度躺平了，把所有压力都抛开不管，那就会变成对于现实的逃避，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有选择躺平的机会哦。听到了吗？如果你生活里有其他事情需要你去承担责任，你就必须挺直腰板继续内卷。如果整整一代的年轻人都选择躺平，那么社会的整个活力就会降低，个人发展停滞，长远看来呢，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创新和进步。当然，大多数躺平的年轻人也应该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呢，都只是阶段性的调整状态，并不是真的要当一辈子的咸鱼啊。做人如果没梦想，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？不少人嘴上喊着躺平，其实该搬砖的时候还是得去搬，这都是生活所迫啊。其次呢，你要是具备躺平的资本，基本的物质生活要有保障吧，起码得先温饱无忧。你要是连房租和水电都交不起，哪还敢安心的躺着睡觉呢？真正敢彻底躺平的，要么就是有点积蓄支撑着，要么当啃老族，要么就是你家境条件好。另外，长期躺平也会出现新的焦虑，比如与社会脱节的焦虑，觉得自己跟同龄人格格不入，或者自我价值感降低，怀疑自己再这样子废下去还有什么用。最后呢，就是消费主义的环境下，商家会换个概念，换个新包装，创造新的焦虑点去宣传躺平可以啊，但你的健康不能躺平，于是乎各种什么养生保健产品全部推到你的面前来。所以不管你躺不躺平，消费这一点呢是你避不过去了。那聊了这么多，回到最初的问题，躺平到底能不能缓解我们的消费焦虑？我的看法是，躺平并非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。相比之下，我们更应该去思考是什么把大家逼到了非躺平不可的地步。比如就业压力、租房负担、社会保障、主流价值观等等，如果这些不改变，光靠个人躺平呢，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。不管是你奋斗也好，躺平也罢，只要身心健康有所成长，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。如果你有任何不同的看法，欢迎在下面留言，也让更多人看到。如果喜欢这一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，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，也是对小陈本人最大的认可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